世界卫生组织在官方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1人自杀死亡。时至当前，自杀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自杀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自杀是个体经历巨大心理刺激时激发的内心冲突所导致的一种行为。而从研究数据上来看，自杀发生的原因主要源于家庭关系、婚姻纠纷、人际不和以及精神障碍的问题。大多数自杀者在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呈现矛盾状态，他们一方面渴望摆脱生活中的痛苦，一方面又保留着求生欲望。当自杀者产生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态时，实际上也是在向身边的人发出一种求救信号，而这种信号便给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可一旦自杀者发出的信号被忽视，便极有可能导致无可逆转的后果。他得听我的意见。生命可贵，大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如果您发现您或者您身边的人产生了自杀的想法，都应立刻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欢迎拨打海事心理援助危机干预中心24小时免费热线82951332。我们将极尽所能为相关人群提供健康咨询、心理支持以及心理援助等服务。说婚纱照太素了不吉利。什么都你妈说，爱拍不拍，不拍算了。哎，亲爱的，我妈说这样不行。
上次主任不是否决了老杨提出要求投资倾斜 AI 的事情了吗？怎么突然又提出？具体不清楚，不过这一次杨总带着市政官员考察来了。考察？哼，我看是背书吧。哎，对了，贺顿到了吗？早就到了。这个老杨知道自己吃定投资商，不死心啊！哼。你好，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我很理解这让你感到很绝望。你能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你觉得亲人的离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里边呢是我们的热线办公室，我们有24小时监控。主任，丁处长，这位是我们自杀干预中心的部门负责人王老师。啊，丁处长好，你来的刚好。你好，赶快给处长介绍一下。好的。你好，能听见吗？你好，我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跳楼。你现在在哪里呢？你们不用来找我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一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我在楼顶。楼顶，在楼顶的哪个位置？能在哪儿？要跳楼的人在哪儿都危险。你好，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到您。您给我打这通电话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求助呢？我想自杀。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想输。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跟别人吵架了，但是话说起来很长。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并且想听你说下去。为什么第一遍问的时候他说不想回答，问他第二遍就回答了呢？丁处长，这就是我们 AI 智能分析技术的优势了。如果刚刚由我们的算法对来访者的声音进行情绪化分析，那就能够迅速地判断出从哪个问题着手是最合适的。丁处长，是这样，第一次问原因不回答很正常，因为来访者在来电之前可能预设到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从而开启心理防御机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今天？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其实呢，是一个问题，但是咨询师增加了一层设问逻辑。当来访者进入逻辑思考的时候，就会降低情绪化，无意中就瓦解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听你的声音，应该还不到20岁吧？如果我有个弟弟妹妹，他们也许会遇到你这种无助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他们，也许会好受的很多。你说对吗？你有时间吗？我们的热线是24小时的，我有充足的时间。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们保持通话，才可以好好聊天，可以吗？开印到哪儿了？刚刚陈老师跟我说尤娜她的，先别着急，我这正往学校拼命赶呢，先不跟你说了啊。队长，发现情况。陈老师，警察刚刚赶到。警察这么快？据说是自杀干预援助中心提前通知的警方。喂，喂，你好，这里是自杀干预中心，我是工号82号。什么？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工号82号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长话短说。尤娜刚刚被劝下天台，现在正在前往器材室的路上。
但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有自杀冲动，或者他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危险工具。您现在有办法帮他放一首他最喜欢的歌吗？我有多长时间？我到了。很好，我们保持安全就可以。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小哲不是我找人欺负的，东西也不是我偷的，他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我想跳下去，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错。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情，因为他们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你不被理解、不被尊重，对吗？这样好不好？我们呢玩一个游戏，我们给你的自杀冲动打1个分，0分是没有任何冲动，100分是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刚刚你在天台上想自杀的冲动是多少分呢？95分。那么这个冲动已经是非常强烈了。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想要生存的意愿。让你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这5分是什么呢？我想到了我爸爸妈妈，我想象不到他们看到我自杀会怎么样。这要是你啥都不想，我马上就过来。我有多长时间？8分钟，最多8分钟。想象一下，如果真的自杀以后，你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吗？而你的父母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真正选择从高层跳下去的人，最后死后都会非常的恐怖。巨大的冲击力使我们的骨骼穿透肌肉，还有皮肤，甚至连面目都很难分辨出来。来呀，干嘛了？快过来！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活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你想到了你的父母，你不想让他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那此时此刻，如果再给你的自杀冲动打1个分数，现在是多少分呢？20分吧。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自杀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非常明白你的难过，我也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你，但请你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都想关心你。一会儿会有人敲门，门口来的是警察，不要担心，他们是来帮助你的。你能给他们开门吗？
常开心你能给我打这通电话，这说明你还想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但是你的困惑、你的痛苦，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一通电话里完全疗愈，这需要你线下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心理咨询，可以吗？谢谢警察叔叔。希望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要学会保护自己。当我们遇到情绪不可控制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觉察。当我们觉察了自己的情绪以后，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然后喊停。1、2、3、停。丁处长，您刚才提的几个问题，我们有请贺咨询师继续解答。王老师，丁处长，恕我直言，我们做项目的非常看重量化策略，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比较谨慎。对，像我们 AI 智能项目，其实就是把非常繁杂专业的工作和知识量化成可视的数据。有了 AI 智能化的危机干预，就能够解决过分依赖个人能力的困境。这样呢，就能够将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全面的市场化。王老师，据我了解，现在中心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是事实吧？咨询行业缺的是人，心理咨询师才是核心价值。之所以流动性大，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贺咨询师，那么我想请问，一个干预中心10几号人，一通电话需要排队40分钟以上才能接通，那能够服务的对象是不是很有限呢？再者，我们计算机是算法科学，而人呢都会有主观臆断。你就这么有自信，人能比电脑更科学，能比电脑算得更准确吗？杨总，我不否认 AI 智能的策略分析有数据性支撑的优越性，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危险边缘鲜活的生命。您就这么有信心，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通求助电话交给一个没血没肉的机器人来做咨询策略吗？这个情况，行了，都别这么紧张了啊！贺咨询师啊，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最后提到的那个手术啊，真那么管用吗？认知神经学，我们人体右脑的前额皮质是引发欲望跟冲动的，然而我们左脑前额皮质与之相反，是可以控制情绪和欲望的。可当我们利用数数、增加提问逻辑、用特定的时间、打分等数理性的方式，这时可以增加我们左脑前额皮质的活跃性，从而唤起我们自身的自控力，还有理性思维。在学校呢？求助者在学校，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听到的。听到的。我回拨一下。啊。没有啊，哪儿有？杨总，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靠算法解决的。杨总，心理学是一门兼顾自然科学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我希望您的人工智能可以像我们一样，除了可以掌握理论，还可以懂人心，说人话。你骂谁呢你？
这小丫头片子。哎，王老师，这个就是刚刚那位咨询师，全名叫赫顿。你看，旁边那位是他的导师姬教授。姬明松教授是我们心理学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心理学学术界的权威啊。你们做老师的，千万得注意学生的情绪。哎，是，您教育的是。卢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第一步，自我觉察。他说，当人情绪失控的时候，察觉到情绪变化是控制自我的第一步。钱老师，我已经想好了，这周的广播作业就做这个，名字叫《失控自我》，怎么样？卢娜，你真的没事了？嗯，我想通了。就算康老师躲着我，我也不会怪他。他不是躲着你，他来找我代课，是因为他要忙着结婚的事儿。我知道。那你呢，秦老师？你相信我吗？尤娜，娜娜。哎，玲儿。喂，阿姨，今天真是谢谢你。怎么样？学生家长为难你吗？我刚想说这事儿。尤娜她现在虽然情绪冷静了，但是医生说她的状态特别不好，需要做心理干预，而且她父母还说要去教育局投诉学校。啊？投诉？但是你只带了3天的课，跟你没关系。哎，学校说要休2天的假，你可以不用替我去了啊。那你怎么办？我需要写一份报告，然后向领导汇报这件事。行，那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再跟我说啊。哎呦我去，怎么了？没事没事。哎，不用搬了，阿姨，我自己这样就可以。这苹果看上去好新鲜啊，比我上次买的还新鲜呢。那是吗？扫个码。阿姨，我手机没电了，回家给您取个钱啊。没事的，我请张老师吃。都不张老师照顾我们家生意10几年了，寄个水果算什么？哦，这还有那个芒果。哎，张老师也是这种芒果的。谢谢阿姨，回头我让我妈给您送钱来。哎呀，说了别客气。哎，赫顿。哎。你妈上午让我留的肉还要不要了？我不知道啊，她上午让您留肉了。对呀，你妈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让我留的，很多人问我都没卖。她可能睡着了，回去看看。哎，糊涂，把这肉带回去吧。谢谢啊。哎，没事。啊！哎，不好意思。没事。啊，谢谢啊。不好意思。没关系。不好意思。吓死我了嘛！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睡觉的时候别戴耳机，到时候你都耳背了。听到我说话了吗？别戴耳机睡觉。妈。张老师，你女儿回来了，你走快点。
道我妈怎么了？我一回来，她满脑袋都是血，都怪那个小陈，非要跟我约会。他要不跟我约会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我要早点回家的话，我妈肯定就没事儿。我不管，我不管，我现在要去跟那个小陈说分手，都是他害的我妈。哦，等等，不要委屈了小陈，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妈妈帮你看看。赵女士，大中午忙坏了吧？王阿姨塞给我的芒果，你明明已经买了，鱼缸里现在还冒着气泡，说明水是半个小时之内换的，而且非常着急。而这个时候，你的同伴告诉你，我要回来了。赵女士，这已经是你第3次装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哎呀，赵女士还生气呢？我都没生气，刚才你往那儿一躺，吓死我了，好吗？我当然会生气了，你总是骗我。行，以后我不骗你了，好吧？我争取今天给你找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啊！真的？真的？不骗我？不骗你啊！来，一起吃蛋糕喽，小气鬼！你更小气。赵女士坐中间啊。寿星坐中间。我许愿了啊。明白。我希望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如果我妈少喝点酒的话，我今年就给她带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哎呦，坏蛋，哪有许愿还是带条件的？不过妈妈这样也很高兴。我们的静静长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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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来，3、2、1，吹啊！3、2、1。讨厌。谢谢妈妈。谢谢君君。不要走的，俊姐，陪妈妈坐一会儿。
小艾，贺顿呢？王老师，贺顿姐刚刚出去了。出去了。师傅，麻烦去一下海鲜市场。王老师，贺顿，你去哪了？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老杨给我使绊子，好在你表现不错，领导和投资商都对你赞赏有加。中午大姐啊，一起吃个会议餐，快回来。王老师，对不起啊，我真的去不了了，你们去吧。小艾说你接了个电话，是不是张烨那个案例啊？贺顿，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那个咨询者已对你产生了强烈的移情，你这时候过去想过后果吗？小朋友，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小朋友，你先别着急，你可以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吗？你妈妈又叫什么呢？老板，您这儿是罗记烟粉店吗？是啊。您有没有看到一个6岁左右的男孩啊6岁左右，你看那个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会来，大家都别走，都来看看。还有你们，别装傻。得，一人100，转给我。说话呀。乐乐呢？什么乐乐？你是说刚才电话里那小孩是吧？怎么了？你跟他认识吗？你是倩倩吧？麻烦你。你是张燕的女儿。来，都给我拍近点，就是咱们今天直播的主角，著名的大心理咨询师贺顿。哟，很大厉害呀！我天哪！就是他，活生生的拆散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你知不知道诽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诽谤。自从我妈去找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我爸提离婚。心理咨询师，我呸！拆散家庭专业户吧。如果你弟弟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贺顿，你好意思啊？就是他让妈妈不要我们。你也太过分了！阿姨，你别让我妈妈不要我。阿姨，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别让妈妈不要我，好不好？别碰我弟弟！没错，是我建议的。太好意思建议。凭什么拆散我们家？知道你对我和我弟造成多大的伤害吗？让一下，别拍了。后面先走。贺顿，你会遭报应的。真的想清楚了吗？我想清楚了，我得了肺癌，第4期。我跟我老公商量好了，就跟孩子们说，爸爸妈妈离婚了。
他们跟爸爸。何老师，麻烦你，我走了以后，帮我的孩子度过难关。就是他让妈妈不要我们。麻烦你了。王老师，我私自跑去接触求助者，还暴露了资访关系，违反了保密原则，我不应该再待下去了。何顿，你一定要守好你的边界。你还好吗？没事。你说那姑娘把你害这么惨，你还来这为她妈妈祈福，她要是知道真相以后，会不会心理崩溃，悔不当初啊？她要真知道真相的话，也就不会这么做了。也是。但是你真就把工作辞了，这事儿也不是你的错，更何况姬教授都帮你说话了，没事的。我想好了，犯了错都要站定挨打。但是王老师不是也说了吗？愿意给你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我不想把姬教授牵扯进来。行，只要你愿意，我怎么都支持你。大不了从头再来，东山再起呗。怎么从头再来啊？怎么东山再起啊？从哪儿再来啊？亲爱的，你现在可有点丧，你知道吗？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改变现状。什么招啊？从多巴胺大餐开始，吃完能让你的脸上长笑容。什么多巴胺大餐啊？今天那个薇薇君酒吧给我发消息说，全场女士1折。1折？那相当于白吃白喝啊！不要白不要啊！还等什么？走啊，走啊，走！你好，云开心理援助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您好，之前有一个工号82的咨询师啊，帮助了我一个学生，我有一些事情呢，想要咨询他一下，您可以帮我转接一下吗？好，请稍等。好。很抱歉，您咨询的82号工作人员已经离职了。离职？为什么？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哦。哎，那您可以帮我线下联系到他吗？很抱歉，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如果您有求助需求的话，可以继续电话联系我们。谢谢啊。大家好，大家好，走，这个，走，什么东西啊？心理专家的资料，资质都有保障，随便选一个。我的节目里就没有随便这个选项。那你还敢跟台长打赌？1个星期你去哪儿找？
我觉得你不如随便先选一个，不行再换。卡着这算什么？行，我一会儿打过去随便聊聊。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不是选女朋友，赶紧啊！谢谢姐。让一下，让一下，小哲，让一下，让一下，小哲，小哲，啊，怎么了？走狗，快去看看你的西装外套。人之所以开心，是因为脑部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比如，当我们吃喜欢的食物、充足的睡眠、爱抚宠物，还有谈恋爱，这些都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不二法门。找个男人吧，你都废寝忘食5年了，好不容易解脱，谈恋爱才是第一刚需。谈一场彻彻底底投入的恋爱，对于女人来讲，那才是多巴胺的盛宴。Are you kidding me？ 你逗我呢？哎，您看看您，先不说别的啊，就你这身衣服，哼哼，抬手能举铁，远看像猛男，哪一点上撑不住的样子呀？猛男？我觉得挺好的呀。喜欢我这样的人，他自然就喜欢我喽。我也喜欢你，但是我认识你5年了。哎，你换个发型吗？哎，每天一上班，看到谁都说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也有问题，就你没有问题。你这样怎么谈恋爱呀？你好不容易辞职，我求求你了啊！你换个造型，多出来走动走动，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散发散发荷尔蒙。荷尔蒙？我有啊，我每天都在散发啊。您散发的是男性荷尔蒙吧？你脸上就差写着“但凡雄性，离我远点”8个大字儿。谈恋爱是挺好的，但你要看缘分啊。谁家缘分是靠等的呀？等我上个厕所回来啊，唠唠叨叨。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回来了，来干杯！谢谢大家，大家都不是事儿。我想好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在这儿，只要你不看上你，我汤丽丽保证让你脱单。还想这茬呢？今天这么执着，非要给我找个对象啊？缘分要靠争取的，兄弟。嗯，好，那你今天帮我看看吧，看看谁适合我。再次谢谢大家。哎，哥们儿，我问一下，你见过这个女生吗？她一直来你们店里。不好意思，刚来上班没多久，要不你问问其他人吧。谢谢啊。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是你们的小钱主播，马上就要放假了，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假期。那在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天呢，小钱主播想给大家献上这首歌《初恋》。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小圆》。听风的旋律。划
慢慢吹落树叶的声音，看阳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那些点滴，那些回忆，那支跟你借悲欢的笔，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气，那些点滴，那些回忆，都有你，都是你。你谁啊？没人跟你说过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吗？这本是你的？这歌词是你写的？关你什么事？哎，我在帮你呢。小袁，赶紧啊！啊？人家喜欢你。啥？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干嘛？看上谁了？没有啊，谁都没有看上。哎，吧台边上穿花衬衫那个，怎么样？有什么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刚才一直盯着你看呢。他没有盯着我看。干嘛那么大反应啊？认识？不认识，不喜欢。这么快就下定论了？这种类型的男人，自信、自我意识十分突出，象征着完美、华丽、浪漫与情调。不。是油腻，是浮夸。像这种装扮的人，非常受那种举止轻浮、拿腔拿调的女人喜欢。你看他那种打扮，一看就是对女孩子具有诱惑力。我怎么觉得是优雅、活泼，嘿，还有那么一点可爱呢？才不是呢，他这种人性格非常张扬，爱彰显自己。在人际交往当中，往往占主导位置。大姐啊，我就问你馋不馋吧？我怎么可能？我对这类人免疫，好吗？像他这种人，一看就是自大、自妄、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主要是自恋。我最讨厌自恋的人。你知道通常莫名其妙讨厌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吗？是吗？喜欢他。才不是呢，好吧？哎，汤丽丽。你是咨询师还是我是咨询师啊？你现在分析起我来了是吧？放，换一个。哎，妹妹，我想问一下，你见过这个女生吗？哦，是这个小姐吗？哎，草人呢？现在？那边那个，一身黑摇骰子的，怎么样？黑色，象征着威望、高雅、低调，还有创意，同时也意味着执着、冷漠跟防御。黑色一般是高管还有专业人士最喜欢的颜色。像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肉食动物，处在食物链的顶端。黑色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对，您都对，但是老贺，谈恋爱呀，你别用脑子，你走点心行不行？相处即是缘爱。
上一下，哎，大家上一下啊！好吗？老贺，他们问是怎么晕倒的？我来。病人服用了镇定剂以后大量的饮酒，导致呼吸障碍，现在已经休克了。目前做 CPR，麻烦您快点过来。我来吧，谢谢。这不上次是你医师吗？上一波那个好像是他。你们干什么？大家上一下，人群密集，不利于救助。告诉你，耽误了救助是要追责的啊！来，上一下。吃药的话，千万不要喝酒。有任何需要的话，联系我。谢谢。先生，我还是建议你去趟医院吧。啊，这点小伤，没事儿。好，谢谢啊。不客气。刚才晕倒那个，他吃的是睡眠障碍的镇定剂。这哥们儿真的命太大了，要不是遇到你，真小命就没了。宝贝，你太棒了。我怎么觉得我的多巴胺盛宴就是救人呢？你现在赐我一个阿拉伯王子，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吧，要真给你一阿拉伯王子，咱还是要吧，反正不耽误你救人。哎，你在这等我，别动啊，我去拿车。喝酒了怎么开车呀？叫代驾了，别动啊！注意安全啊！知道啦。人呢？你怎么了，咪咪？被压到下面了是不是？不怕不怕啊，我看看。哎呀，哦，痛是不是？慢一点哦。哎呀，好啦，加油啦！喂，陈老师。喂。老贺，老贺，人呢？喂，贺多老师，我觉得我现在的自杀冲动有100分。钱老师，我本来只是想和尤娜聊聊小植的事，但她突然情绪很不稳定。她现在在学校游泳馆，你赶紧来一下吧。尤娜，后盾，
也就是喝多。没错，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没有看手机，所以没有看。让我过来。好，我不过来，我不动，我站在这里，我不动。能不能先冷静一下？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你先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好吗？贺老师，视频里的人那样说你，你不难过吗？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可你明明就不是那样，你还救过我呢，他们凭什么那样说你啊？谢谢你啊，牛娜，你现在还关心我，可是老师也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才不是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不管你做的多好，不相信人就是不会相信你。牛娜！何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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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行，老师，娜娜，让我看看，有没有怎么样？没有，吓死我了你！喂，120吗？这里是，不好意思，不需要了。好，谢谢。好一点吗？你不是？我叫钱开义，有娜娜代课老师。今天接你电话那个。对不起，何老师，都怪我。尤娜妈妈，您放心，学校这边一定会尽全力配合调查。陈老师，今天不是我非要找你们麻烦，
出这么大的事情，接二连三的，这个是马上就要高考的孩子，他经不起这么折腾的。是，不过我们当初安排艺术专业课的初心，是为了均衡孩子们的文化课成绩，免得他们两头跑，这才免费提供的场地。没有想到闹出这么多意外，也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了。那妈妈，借一步说话。没关系的，有什么话站着说吧。今年学校的咨询室啊，给尤娜做了个测评，这初步的建议呢，是希望尤娜可以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这个用不着吧？娜娜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你真的让她跳楼，她不敢的。但是她今天已经2次。尤娜妈妈，如果您以后有任何心理咨询方面的需求，你可以通过学校老师联系我。当然，我希望您用不上。谢谢啊，陈老师。我希望不管怎么样，你们尽快给我一个交代，也给娜娜一个交代。是，不然的话，我肯定要跟教育局的吴局长。拜拜。没事吧？抱歉，我来晚了。那个，今天娜娜的事情，麻烦各位了。哦对，我是觉得小朋友们之间吵架很正常，也别难为另外一个小朋友，因为毕竟马上要高考了嘛。娜娜，你先好好关心一下自己的女儿。娜娜，尤娜妈妈，您稍等一下。尤娜妈妈，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您看一下这个，这是钱老师的照片，是其他同学拍的尤娜。其实，在您跟警察赶来之前，我已经把她劝下来了，可不代表当时的情况不危险，也并不代表她不想跳，跟不敢跳。这跟今天在游泳馆的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只是解决了当下她的危机，我不能够保证她以后会不会还有这种念头。所以您回家以后一定要多多观察她的动态。好，我知道了。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顺便跟尤娜聊2句吗？当然。谢谢。尤娜，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你是怎么知道我就是自杀干预中心接引电话的接线员？你的声音很好听，我是学播音主持的，对声音很敏感，一听就记住。我明白了，早点回去换衣服，别着凉了。今天麻烦你了，我们先走了。贺老师，今天谢谢你赶到学校，要不是你及时救出尤娜，我们责任可就大了。别客气，我只是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还力所能及，差点没背过气去。对对对，也感谢我们开艺老师及时出现，救了贺老师。都是应该的。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你别着急啊，这乌漆麻黑的，你去哪儿找车呀？我骑车送你回去。不用了，我朋友在等我。走吧，反正你欠我的也不是这一点了。钱老师、贺老师，你们俩湿成这样，要是一路骑摩托回去，肯定会吹感冒的。那个，我这边还有几套全新的校服，要不然你们俩先穿着。听风的旋律缓慢坠落，树叶的声音，看
光清晰，匆匆经过你的身影。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那忧伤却美丽的语气，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那些点滴，那些回忆，那支根没结没还的笔，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哎，你车底到底行不行啊？啊！我说你行不行啊？开玩笑，秋名山车神听过吧？什么神？秋名山车神。听见没有啊？秋名山车神请靠边。这是你吗？警察同志，这真的是我，我这证件呢被水给泡了，他根本就没带。是的，警察同志，如果您不相信他的话，可以相信我，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这俩小孩啊，甭跟我来这套，大晚上不在家睡觉，偷偷跑出来约会，不好好上学，哼！逮俩高中生啊，未成年驾驶机动车，现在给他们带回去。逮到你们了，秋名山车神，给他们带走吧。哦，二位跟我走。秋名山车神，走吧。老贺，丽丽，你来捞我了，什么情况？姐，你们俩去干嘛呢？谁是家属？我进来签个字吧。警察同志您好，我是他的同事，这位呢是我们海丰国际电台的主持人钱可以。啊，警察同志，我是他的朋友，这位是心理咨询师赫顿。行吧，进来签个字吧。啊。你不是老师吗？兼职。其实，在您跟警察赶来之前，我已经把他劝下来，可不代表当时的情况不危险，也并不代表他不想跳，跟不敢跳。这跟今天在游泳馆的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只是解决了当下他的危机，我不能够保证他以后会不会还有这种念头。可真行啊！大半夜抛下我跑去跟人 cosplay。等会儿跟你说。你们好，我是唐丽丽。啊，什么桥？哦，对了，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是钱开业，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你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哦，二位要不要我送一下？
哦，不用了，我朋友开车来。嗯。哦，那你呢？嗯。别忘了正经事儿啊。见见。那咱们也走吧。好啊。哎，对了，那个，我师姐刚才问我说，你们认不认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她想做心理咨询。哎，贺老师，这个事儿你能做吗？做心理咨询需要专业的咨询师，我从云开离开了，现在暂时做不了。哎，对了，留个联系方式呗。啊，你不是说那个尤娜的妈妈如果有需求的话让我联系你吗？咱们也没有联系方式啊。手机。谢谢。那我们走。拜拜。慢点啊，慢点。对，放那边。慢一点啊。对，往那边放。谢谢。丽丽，哟，起来了。这不是我宿舍的画吗？对啊，这些箱子，还有这些衣服都是你的。怎么，怕我施舍收留你啊？先说好啊，房租咱俩平摊。不是，放心吧，不会落东西的。我连你垃圾桶里的垃圾都给你打包过来了，而且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哎，你怎么没让钱开义过来帮忙？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花样甜心，我也喜欢这款香水。您的快递到了。这一箱高达模型是不是搬家公司搞错了？Hello， 花样甜心。嗨，钱大主播，今天的花样甜心可不是我。怎么让人家过来帮忙啊？他说要找你过来帮忙，我说我们家老何虽然善良，那也不能白帮。那你也不应该。好了好了，喏，卡完好了。哎，忙了一天嘛，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哎，行行，逗你呢，咱俩谁跟谁？我不是感谢你，我是膜拜。果然啊，顶级的总裁秘书就是厉害啊！想到的没想到的，超前都给我弄好了。咱俩呀，以后就同居了，以后一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哼哼，是，那我好日子开始啦。搬完这一轮，是不是就应该结束了？甭管了，辛苦钱大主播。你不是说有事找我们家老贺吗？准确来说，不是我，是尤娜妈妈。哎，傅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咨询室？咱们找一个僻静的咖啡厅去变通一下都不行吗？刚才尤娜的妈妈打电话，心急如焚的，我觉得她应该也不会介意这些小问题吧。要不然我给他打个电话，提前沟通一下呢。尤娜的妈妈呢，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当面的心理咨询，而且尤娜现在呢
只接受你的帮助。不然找一个 VIP 包厢也行啊，不也照样安静没人打扰吗？一般来说，咨询的设置原则是不允许这样的。咨询的环境需要固定的场所、固定的频率，还有固定的时间。一旦场所来回变换的话，会出现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来访者也需要频繁的去适应，他们会变得焦虑、不安，没有安全感。这对咨询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不是以前存了一笔钱，说要开一个什么个人职业工作室吗？当时证都下来了，就是王老师摁住你不放。现在这个机会不正好吗？我刚刚辞职，我现在还没有找好地方呢，太仓促了。我觉得就把咱们1楼客厅给腾出来呗，反正我白天上班不在家，你就可以开业呀。哎，刚好，但就是不知道地方够不够。地方肯定是够了，一般来说，咨询室只需要10到12平。太大的话会让人没有安全感，太小的话会让人感觉到压抑。但是，这对我来说太仓促了，我还没有想好呢。这还需要什么准备啊？你们是不是都以为咨询室随便一个房间都可以啊？专业的咨询室里面，所有的细节，包括物品的摆设，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墙上的钟表、壁画，还有沙发摆放的位置跟方向，还有它的柔软度，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但是姐姐，你第一个客户都找上门了，你还犹豫要不要开张？你要一直失业吗？难道？我要纠正一下，那个不是客户，那个叫来访者。但我觉得丽丽刚才说的有道理。就像生孩子一样，你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准备好的父母啊？创业也是一样，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边摸边干呗。对，说干就干。走。服务员，打包。服务员，买单。去哪儿啊？采购去啊？啊？老贺，我跟你说，我们今天得抓点紧，后天啊，尤娜就过来了，我也就今天能请假。钱开义，我觉得不对啊，你对我们的事情这么上心，你对我是不是另有企图啊？不是，贺老师，你怎么对我总是那么大敌意呢？我也觉得是，多个劳动力不是挺好的吗？哎，你们那天在游泳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都没发生。我总算明白了，你不会是因为我给你做的人工呼吸？你说什么呢？就以为我对你有别的意思吧？神经吧！哎，我那不是在救你吗？拜托啊！好了，我不逗你了。尤娜的问题不解决呢，她的妈妈就要去教育局告我们的状。我不仅要接受调查，而且我在电台的工作可能都不保，所以我对你没有别的意思，放心吧。最好是，快走啦！我是你的错吗？钱开义，你再这么不正经，别跟着我们了啊！你有这闲工夫，赶紧跟我们说说尤娜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吧。哦，对，这事情呢，是这样的。我叫钱开义，是你们的代课老师，你们可以叫我阿叶老师。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啊，想要通过学广播来弥补文化课的分数，是吧？但你们当中呢，如果有人想考入播音主持最顶尖的学府，那你们更要扩充自己文化知识的储备。我知道，高考呢，单凭文化考试，就像只有一条腿走路，全力以赴。但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学了艺术，走起路来呢会更轻松，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2条腿是灌了铅的。也就是说，他们2个是学艺术的同班同学。啊，这不挺好看的吗？这也太个性了，有个性还不好吗？桌子上的装饰品，如果你的造型过于张扬，颜色过于鲜艳，那么来访者呢会对你留下不按常规思考的印象。那么你接下来所有的分析还有阐述，他们都会不信我。去那边看看吧。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啊？我是说，很灵。天赋异禀啊，从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了。后来呢？那2个孩子怎么样？那一天，尤娜。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谁安排他们2个搭档朗诵的？我呀。为什么要安排他们2个？因为他们是2个在班级里面专业最好的学生。如果他们2个谁表现得更好，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在重点学校的门口排队的学生乌泱泱一片，而唯独你在没有进考场的时候就已经被考官记住了。他们在大海上飞窜，仿佛是要把对暴风雨的恐惧隐藏在大海深处。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与狂风争啊！